如果太陽系發生危機，人類應該投奔哪顆星球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我們抬頭仰望星空，突然發現一顆巨大的流浪恆星，或者一個飢餓的黑洞，正氣勢洶洶地朝着我們的太陽系衝過來，預計在幾百年、幾千年後就會和我們的家園來個親密接觸。到時候太陽系肯定待不下去了，那我們人類該怎麼辦？是坐以待斃，還是趕緊收拾行李，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星際旅行呢？沒錯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跑，而且要跑得越遠越好。但問題來了，宇宙這麼大，我們該往哪兒跑呢？太陽系外，哪顆星球能成為我們人類的諾亞方舟？今天我們就來一場硬核的星際移民大盤點，看看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大號地球們，到底是不是真的靠譜。首先登場的是我們的近鄰比鄰星 B。光聽名字就知道它離我們非常近，只有区區 4.22 光年。這個距離在浩瀚的宇宙中簡直就是隔壁老王家的距離啊。比鄰星 B 圍繞着一顆叫做比鄰星的紅矮星公轉，這顆恆星可比我們的太陽小多了，質量只有太陽的 12.3%， 表面溫度也低得多，大概2800開尔文。但別看它個頭小，它可是個暴脾氣。根據觀測數据，比鄰星 B 的質量大約是地球的 1.07 到 1.17 倍，半徑也和地球差不多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實的大號地球。而且它還位於比鄰星的宜居帶裡，所謂宜居帶就是恆星周圍一個溫度適中的區域，理論上液態水可以在這裡穩定存在。聽起來是不是很完美？簡直就是為人類量身定制的第二家園啊！但是各位看官，事情往往沒那麼簡單。比鄰星 B 雖然在宜居帶裡，但它離主恆星比鄰星實在是太近了，只有大約 0.05 個天文單位，也就是日地距離的1/20。這麼近的距離就導致了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：潮汐鎖定。就像我們的月亮永遠只有一面朝向地球一樣，比鄰星 B 很可能也已經被潮汐鎖定了，它的一面永遠對着比鄰星，另一面則永遠背對着比鄰星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對着恆星的那一面會一直被炙烤，溫度高得嚇人，估計能把鋼鐵都融化了。而背着恆星的那一面則會陷入永恆的黑暗和冰冷，溫度低到你懷疑人生。只有在向陽面和背陽面的交界處，也就是所謂的晨昏線附近，才可能存在適合人類生存的溫和氣候。但即便如此，那裡的環境也會非常極端，昼夜溫差巨大，狂風肆虐，可不是什麼舒適的度假勝地。更糟糕的是，比鄰星雖然是紅矮星，但它的脾氣可一點都不矮。由於內部結構特殊，比鄰星的表面經常會爆發劇烈的恆星耀斑，釋放出比太陽耀斑強得多的紫外線和 X 射線。這些高能輻射對生命來說簡直就是滅頂之災。地球有強大的磁場和厚厚的大氣層保護，尚且能抵禦一部分太陽風暴，但比鄰星 B 的磁场可能非常弱，根本無法有效抵禦這些致命的輻射。所以啊，雖然比鄰星 B 是離我們最近的大號地球，但它那惡劣的生存環境簡直就是個死亡陷阱。除非人類的科技能發展到可以完全改造一顆星球，否則比鄰星 B 我們還是看看就好，別想太多了。既然比鄰星 B 不靠譜，那我們把目光放遠一點，看看有沒有更合適的選擇。這次我們把目光投向一個距離我們約 23.6 光年的神秘三體系統——格利澤 667c。沒錯，你沒聽錯，是三體。格利澤667是一個由3顆恆星組成的系統，而格利澤 667c 是其中一顆紅矮星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人類移民到這裡，每天都能看到天空中3顆太陽輪番升起落下，那景色該有多麼壯觀，多麼科幻。在這個三體系統裡，有一顆備受矚目的行星格利澤 667cc， 它也是一顆超級地球，質量大約是地球的 3.8 倍，圍繞着格利澤 667c 公轉，周期大約是 28.1 天。最關鍵的是，格利澤 667cc 正好處在它主恆星的宜居帶中心，這意味着它接收到的光照能量大約是地球的 90%， 溫度適中，完全有可能維持液態水的存在。液態水，這可是生命存在的關鍵要素啊！而且，格利澤 667c 這顆紅矮星不像比鄰星那樣脾氣暴躁，
它的活動性相對較低，這意味着格利澤 667cc 受到的恆星耀斑和高能輻射的威脅會小很多。這對於生命的演化和人類的居住來說，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優勢。當然，作為一顆圍繞紅矮星公轉的行星，格利澤 667cc 也可能面臨潮汐鎖定的問題。但即便如此，由於其主恆星的溫和特性以及位於宜居帶中心的位置，它表面的極端氣候可能不會像比鄰星 B 那麼嚴酷。科學家們推測，格利澤 667cc 可能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氣候，甚至可能存在厚厚的大氣層，為生命提供保護。所以，格利澤 667cc 這顆擁有3顆太陽的超級地球，不僅距離適中，環境也相對友好，簡直就是科幻迷們夢寐以求的星際移民目的地啊！它會不會成為我們人類的下一個家園呢？讓我們拭目以待。那麼，有沒有更像太陽的恆星系統，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升級版的家園呢？當然有。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就是被許多科幻作品青睞的明星天艙5。天艙5位於鯨魚座，距離我們大約11.9光年。它可不是什麼紅矮星，而是一顆和我們太陽同款的 G 型主序星。沒錯，就是和太陽一樣，穩定、溫和，壽命超長。它的質量比太陽略小一點，大約是太陽的80%。表面溫度也比太陽略低200開爾文左右，大約5300開爾文。這簡直就是迷你版太陽啊！天文學家們在天艙5周圍也發現了多顆行星，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位於宜居帶內的天艙5E 和天艙5F。天艙5E 的質量大約是地球的 3.93 到 4.3 倍，位於宜居帶的內緣。天艙5F 的質量大約是地球的 3.93 到 6.6 倍，位於宜居帶的外緣。這2顆行星都是超級地球，雖然比地球大一些，但它們的表面重力應該也在人類可接受的範圍內。聽起來，天艙5系統簡直就是完美的備胎啊！有穩定的類太陽恆星，有位於宜居帶的超級地球，距離也不算太遠。但是老話說得好，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。天艙5系統也有它的小瑕疵，那就是它周圍存在一個巨大的碎片盤。這個碎片盤裡充滿了各種小行星、彗星和塵埃，這意味着天艙5的行星們可能會比地球更容易遭受小行星撞擊。雖然地球也有小行星撞擊的風險，但天艙5的行星們可能要面對更頻繁、更猛烈的宇宙炮火。那麼，問題來了，面對比鄰星 B 的惡劣環境，格利澤 667cc 的三體誘惑以及天艙5的碎片盤，我們人類到底應該投奔哪顆星球呢？這可真是個世紀難題啊！從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，格利澤 667cc 和天艙5系統都各有優勢。格利澤 667cc 提供了獨特的三體景觀和相對溫和的紅矮星環境，距離適中。而天艙5系統則擁有類太陽恆星的穩定性，但需要應對碎片盤的挑戰。如果人類的科技能夠解決碎片盤的威脅，那麼天艙5系統無疑是更接近地球升級版的選擇。但如果考慮到更近的距離和相对較低的恆星活動性，格利澤 667cc 也極具吸引力。當然，從地球飛到 11.9 光年外的天艙5，或者 23.6 光年外的格利澤 667cc， 這本身就是一項極其艰巨的任務。我們需要發展出超光速旅行技術，或者至少是能夠以亞光速進行星際航行，並且能夠維持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生命支持系統。這不僅僅是科技的挑戰，更是人類意志和智慧的考驗。當我們審視這些遙遠的大號地球時，或許會有一個更深刻的感慨：太陽系和地球真的是宇宙中一個恰到好處的奇蹟。我們的太陽穩定而慷慨地散發着光和熱，地球擁有完美的磁場、大氣層、液態水，以及一個恰到好處的月球，為生命的誕生和繁衍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溫床。這一切仿佛是宇宙精心設計的巧合，缺一不可。如果真的有一天，我們不得不離開地球，離開太陽系，去尋找一個人類的第二家園時，我們才會發現這趟旅程是多麼的艱辛，多麼的充滿未知。宇宙浩瀚，星辰無數，但要找到一個能像地球一樣讓我們感到舒適、安全，能夠自由呼吸、繁衍生息的家園，
真的不容易。也許正是這種尋找的艱難，才讓我們更加珍惜眼前的藍色星球，更加努力地去保護它，讓它永遠成為我們人類最溫暖的港灣。